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袁冰妍当面道歉难吗？终于停止了一段时间的内娱，袁冰妍又遇到了一个问题，她的公司因逃税被罚款97万。虽然金额相比几位前辈来说确实微不足道，但性质同样恶劣，难道都是偷税漏税吗？事件曝光后，袁冰妍迅速退出涉事公司，仅工作室发表声明。是不是觉得这一类网友太上当了？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这不是袁冰妍第一次搞这样的节目。早在2019年，冰妍影视文化工作室就被爆出税务问题，随后袁冰妍迅速取消了工作室。目前狐妖小红娘的女2号已经从袁冰妍换成了朱旭丹，其他资源难免会受到影响。但即便如此，袁冰妍连道歉都没有。毕竟，如果她不道歉，她仍然可以装聋作哑。事实上，对于袁冰妍来说，这种暧昧的秀操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少见。出道以来，袁冰妍就一直和赵丽颖碰瓷。她身穿白衬衫，身材修长挺拔，袁冰妍也安排了一组同款写真。两人的著名角色也十分相似，他们既是不朽的，也是古老的木偶剧。赵丽颖饰演花千骨，袁冰妍饰演楚玄机。赵丽颖比袁冰妍大5岁，比袁冰妍更早成名，算是名副其实的前辈。袁冰妍这一波动作，难免让人觉得她在蹭热度吧。想想当初和张艺兴、程毅合作的时候，袁冰妍就做了很多脑洞大开的动作，找热度。那么，这两对情侣有没有在一起呢？是假的还是只是炒作？与逃税相比，袁冰妍、张艺兴、程毅的故事要复杂得多。2016年，袁冰妍与张艺兴合作《老九门》，剧中二爷与少女深陷虐待关系，戏外的两人也被扒出不少爱情线索。同样的拍照姿势，穿同款旧式衬衫和破洞裤，连衬衫的穿法都一模一样。袁冰妍的经纪人也浏览了张艺兴黑粉的微博，但最引人入胜的是疑似在大阪约会的袁冰妍和张艺兴。张艺兴飞去大阪开演唱会，袁冰妍也在同一天飞去大阪旅行，正好可以离开。种种巧合，两人真的是假装打地下情吗？其实并不是。首先，娱乐圈的同款湿气就先不说了。至于同在大阪的甜瓜，当时卓伟也跟着去拍了。于是，两人忙着演唱会，和朋友一起旅行。他们甚至没有相同的框架，根本没有交集。相比之下，袁冰妍和程毅的 CP 就更让人期待了。2020年，两人在合作出演古装木偶剧《琉璃》时相识。程毅比袁冰妍大2岁，都是职业出身，几年前都在娱圈崭露头角。这一次，两人同时因为一个琉璃成为了人气 CP。琉璃花絮中，两人在拍戏时，各种亲密小动作不断。程毅在看剧本，袁冰妍趴在他身上，一边等着一边玩着程毅的手。程毅念台词的时候，手自然地搭在了袁冰妍的肩膀上，袁冰妍似乎已经习惯了。直播中，两人为了重现剧中的名场面，在山洞里拥抱亲吻。然而，就在大家都想吃糖的时候，一曲云歌却将这对初恋彻底粉碎。袁冰妍和程毅一改之前的商业态度，不仅站得远，互动少，程毅还频频黑脸，刻意躲避危险。隔着屏幕，他们为袁冰妍感到尴尬。只是因为手撕 CP 的操作，程毅当时就被骂上了热搜，惹了不少麻烦。且不说 CP 是非，程毅要冒着失去粉丝的风险，亲手拆 CP， 至少可以证明两人真的什么都不是。说白了，无论是张艺兴还是程毅、袁冰妍他们这2人，几乎不可能造假。不过，即便绯闻是假的，袁冰妍的事业也因为这2个人而有了质的飞跃。相比于血泪其他同龄的学姐，袁冰妍的路还真是一帆风顺。1992年，
袁冰妍出生于上海。因为父母都是公务员，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女儿，袁冰妍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6岁那年，袁冰妍开始学习古筝，因为不爱吃饭，被父母送去学跳舞。2000年，8岁的袁炳燕已经有所收获，参加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中国之光文艺晚会。此后几年，袁冰妍陆续出访多个国家，频频在大型晚会、艺术节、央视挖掘未来6月1日主题晚会、81周年文艺晚会，一路蹦蹦跳跳，袁冰妍终于跳进了娱乐圈。2010年，18岁的袁冰妍考上了沪剧表演系和舞蹈系，最终选择了表演系，离演艺圈又近了一步。2年后，袁冰妍出演话剧版《叶问》，饰演八卦掌门的孙女邱建云。于是，袁冰妍正式以女演员出道，踏入娱乐圈。此时，距离袁冰妍大火还有8年。2014年，袁冰妍在偶像剧《白长腿校花》中饰演阮晴天一角。有了这个角色，22岁的袁冰妍开始崭露头角。2016年，陈伟霆、赵丽颖主演的《老九门》热播。随着戏里戏外的 CP 绯闻，袁冰妍的热度大增，但真正火的当然是2020年的《琉璃》。有多少那个时候追剧的朋友，有多少没有为司凤和楚玄机的第10次虐恋流泪？凭借这部火爆的古木偶剧，出道8年的袁冰妍一炮而红。但对于袁冰妍来说，这2部戏就是成败与萧何。名气和人气大涨，炒 CP 的操作却让袁冰妍备受争议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袁冰妍的房子最终没有倒在 CP 上，而是被栽在了偷税漏税上。话虽如此，几名比袁冰妍还大的前辈直接被封杀了。希望袁冰妍能够一视同仁。